走走走，老乞丐昨晚给了你半块馒头，可顾不上你第二回了。老爷爷，我没力气了，您能不能把我背去队伍最前面？孩子，那不是咱们这些当乞丐能消想的，饭都吃不上，还想当仙人？我偏不信命。冬天快到了，我们不被饿死，也会被冻死。您帮我搏一搏，哪怕只有一点希望，你我都能活。你自己排也能排到。我要去最前面。爷爷，我身上长满了疮，我快死了。就算背你过去，我们是乞丐，也会被赶走。若我入选，赏银100两，我只要1两，其余都给您。也罢，左右活不过这个冬天，就当临死前做件好事，积点德吧。不会的。有了银子，您可以买宅子，穿新衣裳，好好活下去。不敢想，来，上来。爷爷，拐棍借我，剩下的路我自己走。哪来的臭乞丐，滚一边去！天啊，好臭！疯了吗？乞丐也想当仙人？仙人，我快要死了，能不能让我先插个队吗？哟，这乞丐也想测灵？就你这德行，像会长灵根的人吗？这若传出去，真是临水镇最大的笑话。赶紧滚，别脏了本公子的地方。仙人饶命！聒噪，都闭嘴！他一个乞儿，命悬一线，只为博一丝生机，光凭这份勇气，就胜过你们许多人。小童，过来，你若有灵根，无论什么资质，我青云门都收下你。谢谢先生。凝神，别怕，一定要有，我想活。天灵根竟然是极品资质，天灵根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小童，恭喜你，你不仅有灵根，还是修仙界最上层的极品资质。什么是天灵根？天灵根又称空灵根，无论什么灵气都能吸收，修炼不挑功法，突破更无瓶颈。这是万中无一的极品资质。那100两银子的奖赏？什么100两？天灵根赏银1000两。老爷爷，我做到了。先是我饿得没力气，是这位爷爷把我背过来的。这1000两，我只留1两买馒头，剩下的都给他吧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吞下去，这是辟谷丹，3天不会饿。他原来长这样。往后入了仙门，你便什么都不缺了。你站在这位师兄身后等着，我去送银子，再同镇长打声招呼。谢谢师姐，能活下来真好。这是疗伤丹，你身上的疮很快就会消下去，然后换上这套衣服，明日我们就返回宗门。谢谢师姐，苦了你了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桑榆，桑树的桑，渔网的渔。好，师姐记下了。青云仙门，南域4大仙门之一，7峰并立，弟子过万。师姐是哪个峰的？扶风。怎么，小师妹想来扶风？想。你这天灵根，掌门和各峰峰主都会抢，哪轮得到我扶风？小师妹，付钱是我不对，以后大家都是同门，你别记恨我。你别以为自己是天灵根就是无知，等进了仙门，你自然知道天灵根到底有多了不起。培元丹，等会儿登仙梯用得上。谢谢师姐。温师妹、梁师弟，你们扶风就收了这么……我们分到的都是偏远穷地方，有这几个就不错了。人少怎么了？我们这次收了个能顶上100个的。顶上100个，极品资质。见过古长老，各队一齐，新弟子立刻登青云仙梯过问新关，中途放弃者，天黑前未达山顶者，原路送返。怎么突然这么重？
修仙路，我不会停。那是谁？走得这么快，还是个女孩。不行了，这仙梯怎么越往上越像背着山在爬？骗了！第一轮上山者满20位，过来排队，重新测试灵根，选择去处。是。林峰，上前。我系丹灵根，资质上佳。林峰，你可愿入我剑锋，做本峰主亲传弟子？弟子愿意，拜见师尊。死贱人，你冲的也太快了，下一个你不许抢。老夫抢得快，那是老夫本事。去灵，火木土3灵根，我丹峰要了，先入外门，若有炼丹天赋，再升内门。是，见过峰主。没人要的，是不是只能去砸一峰了？看来资质真的决定命啊！下一个，桑榆。桑榆，极品天灵根。什么？极品天灵根？那是什么资质啊？天灵根能吸纳万种灵气，修炼几乎没有瓶颈，那可是最有望飞升上界的极品资质。站着不动都有灵气往他身体里钻，这也太逆天了！好，100年难得一遇的极品资质，我青云仙门未来有望了。孩子，本座是青云仙门掌门，你可愿拜本座为师，做本座亲传弟子？来我剑锋，我剑锋主战最强，最适合天台。我丹峰资源最丰厚，丹药不断，修行无忧。来我锋功法更适合你，孩子选我。我扶风，扶风还是闭嘴吧，别耽误这么好的苗子。扶风传承都快断了，去了能学什么？这么好的资质，进扶风那不是浪费吗？小桑榆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做本座亲传弟子，你会得到整个青云门最好的待遇，最顶尖的修仙资源。若我去别的峰，就没有顶尖资源了吗？那倒不会，你是天灵根，去哪个峰，宗门都会全力培养。对，孩子，你只管选最适合自己的。那我选扶风。他说什么？最弱的扶风？好孩子，有眼光。我扶风虽没落，可只要你来，我定倾尽所能把最好的都给你。你扶风都没落成这样了，能给人家什么？孩子，你再想想，我丹峰弟子可都是仙门里最富。我峰弟子也没穷过，最穷的是剑修。抢弟子就抢弟子，你怎么还人身攻击？都安静！你可知青云仙门共有7峰，扶修只是辅系，也是如今最弱、最没落的一峰。你去任何一峰都比去扶风强，为何还执意选扶风？因为温师姐。温师姐是谁？是我扶风此次出门招收弟子的外门弟子温灵。他教骚过你？没有，弟子本是街头乞儿，快饿死的时候，是温师姐拦下了那些赶我的人，给了我测灵的机会。她给我辟谷丹保我性命，给我新衣让我穿暖，给我疗伤丹治我一身伤病，给我培元丹让我撑着走完这上千阶梯。一命3帮，这份恩情我愿拿前途来报，所以我选扶风。好孩子，我扶风虽没落，但峰内弟子皆是良善之辈。温灵此次有功，回峰后直接升入内门。确实有功，此温灵3000贡献点，2000灵石。此次出行是2个弟子，那就1人1半，灵石再加1000，不能再多了。我替2位弟子谢过掌门。既已定下，桑榆便归扶风，继续测灵。一朵鲜花插。死贱人，你大声点说。小桑榆，别听他们胡说。你既入我扶风，为师就一定竭尽所能教导你，哪怕峰内传承断了，为师跑遍整个修仙界也给你找回来。师尊，扶风为何会断了传承？因为你师祖入秘境后失踪了，扶风4阶以上的完整高阶灵传承都在他老人家身上。既然存在于世，总会找回来的。你这孩子说话倒像个小大人，这些年怕是吃过不少苦吧？无妨，往后师尊不会再让你吃苦。
多谢师尊。我愿入扶风。都说扶风最没落了，你还来？因为扶风有极品天灵根啊，现在入叫买股，等以后扶风崛起，我就是元老。你家里做生意的吧？您怎么知道？我姓金，名元宝，家里确实做生意的。好，我扶风收你入内门，做本封主记名弟子。弟子拜见师尊。桑榆师妹，以后我们就是同封师兄妹了，比同门还亲近。以后多多关照。都收，内门进不了，就先入外门慢慢学。见过封主。温灵，你此次为扶风立下大功，从今日起，你入内门，暂收记名弟子，往后可唤我一声师尊。是师尊。梁平，你负责安顿外门弟子。是师尊。温灵，你带内门弟子熟悉扶风。另外，桑榆住伏羲洞。是师尊。这是为师给你的见面礼，只有亲传弟子才有，你尽快引气入体，便能打开。多谢师尊。温师姐，师尊有几个亲传弟子？就你一个。这些年资质好的不愿来扶风，资质普通的师尊又不愿将就收作亲传。那内门弟子呢？加上你，我还有今日新收的金师弟，也不超过5个。再往下便是通过考核才入封的外门弟子了。这么少？其他封的外门弟子来扶风都能进内门，至于有些在别封只能做杂役的，也能靠考核进我们外门。这没落的还真挺具体。桑榆师妹，我扶风的前途可全靠你了。凭什么只靠我一个？大家一起努力才叫崛起。对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扶风早晚会重新站起来的。到了，这里就是伏羲洞。明日我带你们去内务殿领新弟子入门福利。好。哎，桑榆师妹，不四处逛逛，熟悉一下吗？不逛了，我回洞府修炼。天灵根都这么努力，我一个双灵根凭什么不拼？不逛了，我也回去修炼。连你们都这么努力，我一个4灵根，再不拼就真没脸见人了。没了。不对，方法没错，引气也没错，那到底错哪儿了？怎么回事？我堂堂天灵根资质，结果丹田是个漏斗。要是让师尊知道，他得多失望啊！不行，我就不信了，就算是个漏斗，也得给我留下点儿。总算存住了。阿鱼，可是修炼结束了？弟子见过师尊。你是天灵根，3日过去，想必早已引气入体。只要体内有了灵气，便可开始学画符。还有储物袋，里头有不少东西，你都用得上。若缺什么资源，直接去扶风库房领。弟子记下了。那为师便不打扰你修炼了。师尊，我可太怕你知道了。再练，万一真能积少成多呢？2%，我堂堂天灵根，修炼速度还不如5行杂灵根。没有退路，只要练不死，就往死里练。这个倒是不难。终于练气2层了，小师妹比我资质好那么多，估计都练气3层了吧？剑锋那个林峰单灵根都练气3层了，小师妹搞不好已经练气4层了。练气3层、4层，这让我怎么出去见人？有了，
出阶符我会了，那这些是不是也能试试？不是我不会，是灵气不够。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成了，这下总算能出门了。哦，小师妹，你都快2个月没出过洞府了，怎么才炼气1层？你懂个屁！别挡道，我去见师尊。你这修为，你好意思去见师尊？我这1个多月又没在洞府睡大觉，我在研究这个。这些全是你画的？不然呢？这不可能！我学了这么久，出阶符成符率才3成。你做不到，不代表别人做不到。等等我也去。师尊，弟子求见。师尊，还有我。进来吧。阿鱼，你堂堂天灵根修炼近2个月，为何才炼气1层？莫非修炼出了问题？为何不早些来找为师？师尊先别急，弟子并非全都在修炼，而是在研习您赐下的符道初解，这些都是弟子画的符。就算最新画符，也不能耽误修炼，白白浪费你这极品资质。这是2阶护身灵符。什么？2阶？小师妹连1阶完整传承都还没学吧？师尊给我的储物袋里有现成灵符，我照着画就会了。至于那几种初阶符，1个半月前我就会了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你修炼进度这般缓慢，时间都用在钻研符道上了。好孩子，越阶画符，你可真是符道天才。1阶传承不够，从今日起，为师将1阶、2阶、3阶完整符道传承尽数传你。3阶直接改，但你必须答应为师，钻研符道可以，修炼也绝不能落下。符阶越高，越耗灵力，修为跟不上，终究走不远。弟子谨记师尊教诲。先把这关混过去，至于丹田的事，以后再想办法。阿宇，初阶符箓成符率多少？10成。10成？2阶呢？目前3成，主要太耗灵力，我修为跟不上。你温师姐入门10年，炼气5境，1阶上品符的成符率也才3成。阿宇，你不仅资质好，悟性更是惊人。我扶风能收下你，真是捡到宝了。离下一次仙门大比还有4年多，这段时间你别分心，专心修炼，尽快冲到炼气后期。到时为师要你替扶风争口气。元宝，你也是。弟子一定不负师尊所望。阿鱼，弟子一定尽力。里面是你们未来几年的修炼资源和功法法术，记住，别再为了画符耽误修炼。是，徒儿告退。掌门师兄，看见没？这是我家阿鱼以炼气1层画出来的2阶灵符。炼气1层就能画2阶符？等等，堂堂天灵根怎么才炼气1层？他对符道太上心，修炼慢了些。我已提醒过他，极品仙苗就该以修炼为主，可别被你扶风耽误了。等着看吧，下一届仙门大比，我扶风必进前3。你倒敢说！因为你们都没有天灵根弟子。炼气1层画2阶符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概念就是他1张2阶防御符能扛炼气后期1击，1张2阶攻击符足够打死炼气3层。天灵根再加越阶画符，谁敢轻视？4年才3层后期，大比就剩大半年了。难道我还要自戳一刀，假装受伤避开？不行，万一师尊给我塞颗极品疗伤丹，当场痊愈怎么办？加油，一定要在大比前冲到炼气4层。2阶上品符10成了，漏斗丹田，我跟你拼了！阿鱼来主殿一趟，掌门要见你。不师妹，这可是我宗门唯一的天灵根弟子，当初你据理力争抢去，如今却把人叫成这样，
将近5年，炼气3层大圆满。师妹，速速醒来！阿鱼，告诉师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修炼出了岔子，还是你又沉迷符道，耽误了修行？师尊，你刚刚是不是因为弟子差点走火入魔了？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，回答我。弟子从入门起，修炼速度就一直很慢，我怕师尊之后不要我，也怕门内弟子笑话，所以一直没敢说。你这孩子，发现问题怎么能瞒着？白白耽误这么多年。慢到什么程度？入体灵气百存其二，除此之外，弟子暂时没发现别的问题。这怎么可能？天灵根按理说吃饭睡觉都有灵气往体内钻，不该这样才对。桑榆，过来上来，把手给我，别紧张，师尊替你查查。是，师尊。经脉畅通，没有任何淤堵。奇怪的是，我的灵力进不了他丹田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。那问题多半就在丹田。可若真是废丹田，根本存不住灵力。他偏偏又有炼气3层修为，不行，这样的好苗子不能就这么耽误了。本座去藏经阁翻典籍，定要查出原因。吓到了。方才为师那样，也是做给掌门看的，不发作异常，这事儿只怕没那么容易压下去。弟子知道，师尊是为我好。你呀，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不早些同为师说？我怕师尊不要我，也怕别人知道后看轻我。这几年压力很大吧？是弟子偶像包袱太重了。偶像包袱，以后再有事不许瞒着师尊，问题早点发现，才能早点解决。你这般资质，若真被耽误了，为师都要成宗门罪人了。师尊，对不起。道什么歉？这又不是你的错。这里有一颗极品生灵丹，先尽快突破炼气4重。至于3个月后的门内大比，若你不想参加，师尊绝不勉强。多谢师尊。掌门怎么亲自来了？来找些典籍，最好是与天灵根有关的。可是扶风那位天灵根弟子修炼出了问题，修为不过炼气3层，若真被我青云门养废了，传出去都要成南域笑话。 5年才炼气3层，杂役峰最新那批入门的弟子都不止炼气3层的。什么？炼气3层？闭关4年半就修到这儿？他不是天灵根吗？不是说吃饭睡觉都能长修为？难道他这些年都在钻研符道，根本没修炼？天灵根又如何？还不是个废物。这次门内大比，我一定亲手挑战他，把当年的脸面讨回来。神识，这怎么看都像当初砸我的那块陨石。我勒个狗！砸死我不算，还赖在我身体里偷灵气。破石头，你有种出来，老娘一拳给你干碎！哼，你不出来，老娘进去也行。空间，久违的穿越符力，终于舍得到账了。死得透透的，那偷我灵气的就不是你本人，就是你。果然是你。再来，2阶都撑不住，这东西果然不简单。成了。试试水，可别把自己先送走了。我操！还好我推得快，威力太大了。这要是带去门内大比，
一个没收住手，把对手炸成渣。不行不行，那场面太像邪修了。再去试试威力看看。这还只是完整符文拆出来的一个单独符号，行吧？那具尸体我养了，不就是灵气吗？我给完整符文就叫顶级爆破符，拆开的1阶、2阶、3阶统称爆破符。至于来历，就说是我自创的。小师妹，你跟师兄说实话，你是不是隐藏修为了？没有。你是不是准备门内大比那天装个大的？没有。我不信，天灵根修炼5年，怎么可能才炼气3层？纠正一下，是炼气4层。谢谢。炼气4层我也不信。让让，我去找师尊。那我当初毅然决完选入扶风，岂不是成了笑话？师兄后悔了？我现在都不敢轻易出扶风，走到哪儿都有人笑我押错宝了，还问我要不要跳槽去别峰。你若真敢背叛扶风，我会让你后悔加倍。不会不会，我可是扶风记名弟子，生是扶风的人，死是扶风的鬼。你最好不会。我真的快被笑死了，连扶风弟子都因我被人嘲笑，这次大比我必须赢得漂亮。师尊，什么事？说。师尊，是我阿鱼，你突破炼气4层了。那修为进展恢复正常了。师尊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不正常。什么意思？说清楚。就是跟上次一样，我又一头扎进符道里了，耽误了修炼。为师早就提醒过你，先以修炼为主，你怎么还敢这么胡来？我也不想啊，可我一钻研符道就容易忘了时间，等回过神来，几年都过去。你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怕师尊骂我。师尊，徒儿知错了。2辈子加起来30多岁，还被打屁股，简直社死！你才多大，张口就是几年如一瞬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顿悟到化神去了。徒儿真没胡说，而且这4年也不是白过的。我上次不敢说，是因为成果还不够，没法跟师尊交代。那你这次能交代了？能，已经有人等着看我笑话，还替我报了门内大比的名额。我本来想等大比那天再给师尊一个惊喜。惊喜？等大比开始，师尊就知道了。从今往后，再不会有人小看我扶风。你真能做到？我可以立军令状，若做不到，师尊就当着全宗的面把我逐出扶风。为师哪舍得？别说你只是修炼慢些，就算你真出了问题，只凭你当初什么都不懂，却义无反顾选了扶风，为师这辈子都不可能把你赶出去。那就把我贬去外门，和外门弟子一个待遇。那以后我可就不是你师尊了，你舍得？当然不舍得。那就少说这种话，为师信你就是了。不过真做不到也没关系，你还小，不必给自己这么大压力。大不了等下一个5年大比，果然还是没全信，没关系，到时候不信也得信。对了，师尊，我来找您其实还有别的事。说。师尊能给我点零食吗？多少？500。韩长老如今连500零食都舍不得给了？不是，是5000。什么5000？你要这么多零食做什么？我用得完，别说5000，1万我都能花光。你拿去做什么？钻研符道。钻研符道要花5000零食。师尊，我真的需要，要不2000也行。行，给你5000。师尊万岁！现在还不能乱喂，先攒够灵气，把新的符号养出来，再用灵石补全，才不算浪费。5000怕是还远远不够，不过没事，门内大比有奖励，大比之后还能卖符。哼，至于现在，当然是继续画符。这可都是我跟人干架的底牌。美人师尊，
你从库房取了多少符纸？每节几千张而已。研究符箓嘛，消耗大。你这2个月不会都没修炼，光顾着画符了吧？打算全靠灵符打比斗？我符修不靠符箓，难不成跟剑修拼剑，跟阵修拼阵？我给你的功法练了吗？练了点儿，但没兴趣。我只对符道情有独钟。你高阶符箓耗连力极大，修为跟不上，你拿什么撑？你想当强大的符修，光会画不够。明日是内门大比，只有筑基以下的炼器修士能参加。不光你们这届，往届不少弟子也会回来争奖励，竞争不小。外门和杂役那边已经比完了，出了个黑马，一个5行杂灵根弟子从杂役一路杀进内门，如今都炼气6层了，还能跟我同批的？不是你以为是谁？人家都炼气6层了，你好意思？他肯定拿了大机缘。杂役弟子资源少，想快点出头，只能拿命去拼危险任务。你以后修为高了，也得出去历练。徒儿记下了。内门前10都有奖励，第1名1000中品灵石，第2 500，第3 300，4到6名100，往后50，法宝丹药另算。1000中品，那不就是10万下品灵石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真当自己能拿前10？师尊，天晚了，您回吧，我要接着画符，别打扰我修行。明日见。什么？死徒弟，嫌我碍事是吧？1阶防御符够，2阶防御符也够，2阶攻击符50张，爆破符1阶到3阶都有，顶阶爆破符才3张。5张爆破符，这下第1名稳一点了吧？阿宇，准备好了没？该去青云峰了。师尊，等等，我再恢复一下灵力。死丫头，又把我的话当耳边风，最多等你半个时辰，去晚了剑锋那家伙又要嘴碎。够了够了，灵力恢复好了，差不多够用了，我发誓。我记得伏羲洞外有11棵师祖祖种的老榕树，怎么只9棵了？我练火系法术的时候，和人具体烧没了。我不知道那是祖祖种的，才让洞府灵气如此浓郁啊！那阵是不是坏了？倒没全坏，就是聚灵效果差了些。算了，先去大比。你若表现好，我就放过你；要是连前10都进不了，回头我再跟你算总账。弟子知错了，走吧。10万下品灵石，我来了。牧师妹，先前大比协商你不出面，如今又迟到半个时辰，是不把这场大比放在眼里？他弟子修为出问题，这次大比铁定拿不到什么好名次，能来就不错。好好一个天灵根，被养废喽！死贱人闭嘴！我弟子废没废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。好，难不成修炼炼气4层，又没一下蹦到炼气后期？小桑榆，你准备好了？回掌门，弟子准备好了。听你师尊说，你是最新符道耽误修炼，不是修炼出了问题。是。胡闹！你这不是白白浪费天灵根资质？如今符封传承残缺，常见灵符品阶也不算高，你一头扎进去，能研究出什么名堂？当初就该把他绑去我剑锋，来我阵锋也比现在强，来我御兽锋也不差。呸！你御兽锋全靠外力，还不如我气锋。你气锋难道不靠外力？所以我剑锋才是战斗主力，这次铁定包揽前3。死贱人就会说大话。桑师妹钻研出什么成果了？还成，小有成果。李师兄什么修为？我区区炼气后期而已。林师弟应该已经炼气9层了吧？李师兄消息倒是灵通。阿鱼，收心观战，积累实战经验。是。原来每一锋都有自己的绝招。你别追了，你倒是站着让我炸一下呀！符封就是灵符，不能叠加，打不中，人家躲过去就没了。知道怕了？不是怕，是觉得还能改。要是能让灵符稳定叠加，威力就不止这样了。5行剑阵，居然是5行剑阵，虽只是个阵胚子，5把木剑就有这等威力。若真成完整剑阵，那还得了？那是谁？杂役出身那个黑马？阿鱼，看9号擂台，这就是我先前跟你提过的
那个五行杂灵根弟子，他很强，先前的比斗未必逼出了他的全部实力。你这次的对手不会少。师尊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这剑阵不算复杂，若改成五行符阵，倒更适合我。第3轮结束，前100名核心弟子诞生。扶风又没人进核心轮了。今年要不是丧尸妹是亲传，扶风早空了吧？师尊，别吵。第4轮开始，亲传弟子上前抽签，千万别抽中亲传，碰上他们还怎么晋级？祖师保佑，让扶风丧尸妹抽中我，炼气4重的亲传，这不是福利是什么？都不想拿我当跳板。丧尸妹都成亲传福利了，他们都眼瞎。阵风刘周，丹风周云，剑锋沈平安。哇，幸运儿是我！当初我还帮你去内务峰报过名呢，果然有因就有果。正好，就拿你立威。第4轮第1场擂台赛，扶风桑榆对战剑锋沈平安。丧尸妹，不如你直接认输，省得我下手太重，误伤了你。你这小身板，怕是扛不住我一剑。废话真多。你不是想抽中我吗？给你。啊！这是什么？不。炼气4层，一张符重伤了炼气后期剑修，连剑都炸碎了。这是什么符箓？发生什么了？师兄，先停一下，看个热闹再打。现在谁还是福利？真是一张符，沈平安那把剑都断了。师兄还想劝我认输吗？是我该认输了，我不该轻视任何对手。多谢师妹手下留情。他怎么做到的？就一张符箓，就一张。修为差这么多都挡不住，我不信天灵根真的不可战胜。阿鱼，那是你自创的符箓？怎么可能？他才多大？我扶风有什么灵符我会不清楚，那张符我从未见过，其中力量也根本不是普通灵符能比。没错，我之前说最新符道不是骗人，我确实悟出了一种新的力量，我称之为禁忌之力。刚刚那张是2阶爆破符。2阶？你的意思是？当然不止，我还研究了别的。师尊，疼！对不住，我为师脉激动了。你倒是捡了个好弟子，早知道当初就该把他抢来我阵风。来我剑锋，早就误见了。来我丹锋也不会差。想得美，这是我扶风的亲传。我就说我没赔本，之前向我押错宝的，现在站出来啊！不是有人之前还说要挑战丧尸妹吗？现在去啊，我替他报名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什么都比我好？求别抽中丧尸妹，我好不容易打到这轮啊！祖师保佑，千万别是他！再喊祖师保佑，我就判你们冒犯祖师！赶紧抽！阿鱼，听见没？他们都记得你了，咱扶风总算出风头了。师尊，若我符箓威力太大，若不小心把对手打死了，算残害同门吗？擂台比斗中失手，最多算误杀，不算故意残害同门。执法长老为人公正，只要你不是故意，便不会冤枉你。不过，还是尽量别闹出人命。好吧，我记下了。那之后开打前，还是先问一句认不认输吧。这位师兄，你认？我认输。第5轮，扶风桑榆胜。合着我白准备了这么多符。
还好我是亲传，能跟你们一起抽，不然我都难进这一步。韩琴，恭喜李师兄抽中黑马了。我对他根本毫无了解啊。阵风，阵修很难对付，师妹多加小心。灵兽风也不简单，林师兄你自己也小心。桑师妹，等我布完阵，你再出手如何？我想试试我的归元阵能不能扛住你的符。行，你请便。这阵修够狡猾，欺负我家阿鱼单纯。兵不厌诈。你这不像只布了一个阵吧？快了，快了，我这阵法比较繁杂。桑师妹，下次可别太轻信对手了。起！我还想着别失手打死你，你倒是一点没打算留手。我阵风的3阶防御阵可没那么好破。哦，3阶，又是心符。那你再试试这个。扶风，桑榆胜。天灵根果然不好对付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你亲传师兄会替你找回堂子。阵修可真狡猾。阵风收弟子最看悟性，擅长动脑子，自然如此。师尊，我刚才表现如何？你方才那几张符比之前的还强。嘿，这是用3阶符纸画出来的。你都能越阶画3阶符箓了。正常3阶符我画不了，只能把爆破符画在3阶符纸上。其他3阶灵符太耗灵力，我根本画不出完整的。那为何爆破符可以？我也不知道，画它虽然也耗灵力，却没别的3阶符那么夸张。阿鱼，你要知道，就算炼气大圆满，也未必画得出3阶符。你温灵师姐炼气后期，最高也只会2阶中品的。那我就不急着学别的3阶符了，先钻研我自己的。扶风现有灵符，大多依托灵力成符，可爆破符上的那些符号，像是源于另一种力量，也难怪它耗灵力，却又没普通3阶符那么夸张。韩琴胜。剑锋，林峰胜。3阶爆破符，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。第6轮结束，前10诞生，前10的弟子抽签。我是备选方。我也是，避开桑师妹了，祖师保佑。第6轮结束，前10诞生，前10的弟子抽签。我是备选方。我也是，避开桑师妹了，祖师保佑。还好，不是我抽他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林师兄你呢？备选方。韩师兄呢？我是抽签方。祖师爷保佑，可千万别让我这么快碰上韩师兄。你那3阶符也让我记得，我也不想这么早遇到你。那就祈祷最后再碰上。能进前10，我已经算尽力了。50中品灵石到手，我已满足。若还能冲前6，我自然会争。但更多底牌，我不打算再暴露了。韩师兄，你可真会过日子。总得给自己留点后路。前10排位战第1场，剑锋林峰对战药风莫苍。蛇这么多，这要是换我上去，本源灵火，青云斩，胜负已分。我认输。看来单靠外力，终究还是不够。那是因为你修的还不够，符修同样借外力而战。
若遇到桑师妹，我也不过5成把握。有理，看来我还得继续钻研更强的毒。别吧，我真心希望这辈子别碰上这种对手，不然我怕不是没被毒死，先被吓死。桑师妹，你也有怕的时候。你不懂。第2场，韩琴对战丹枫唐月。唐师姐，帮我报仇！我觉得韩师兄会赢。你偏心，唐师姐可是木灵根天才，炼气大圆满，若不是早年受伤，早就筑基了。这小子真杀进前列了，看来老夫该兑现承诺，收他为亲传了。哼，你这死贱人，闻着天才味就冲得比谁都快。师尊，有没有林师兄那种火系功法给我学？终于对功法感兴趣了。你也是女孩子，你不怕那些毒虫毒蛇吗？有何可怕？为师一根手指都能碾死他们，是你实力太弱才会怕。我这不就是想变强才问的吗？为师这不是恨铁不成钢吗？那到底有没有嘛？有，你是天灵根，不挑功法，什么都能修。你若想学火系，还有个速成的法子，只要你拿下此次大比第1，为师就有脸去跟掌门要那株异火。咱们不要别的法宝奖励，就换它。异火，而且林峰多半也是冲着那株异火来的。他若能让本源灵火融合异火，实力必定大增。真对上你，他绝不会留手。那我也不对他留手。可你3阶爆破符都用过了，底牌都漏了，难道还有更厉害的？还真有，合着我还是低估这孩子了。师尊，你偷着高兴什么呢？闭嘴，看比赛。第2场，韩琴胜。哟，还真被我家阿鱼猜中了。不过赢了1场，你得意什么？我弟子眼光好，我自然得意。第3场，气风李二牛对战扶风桑榆。阿鱼，小心些，气风许多弟子都兼修炼体，肉身硬得很。放心。师妹承让。让不起。比斗开始。还挺聪明。什么？抓到你了！这就是体修的可怕，3阶符都只扎破点皮。李师兄且慢。怎么了？我还有一张底牌符，用了你怕是要重伤，甚至可能被废。你若认输，我就收手。当真？我敢立新模式。那我信你。不过大比结束后，你得让我看看那张符。成交。我认输。你胜算不小，确定认输？确定。桑师妹都发新模式了，我信她。此战，扶风桑榆胜。你这丫头最好别骗我那老师徒弟。你要不先发个新模式，说你当年没偷看陆师姐洗澡。那都多久前的事了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看，你自己都不敢发，我弟子敢，自然说明他心里坦荡。行，我气风认了。丫头，你真有能重伤李二牛的符，他可是炼气大圆满，炼体也到了圆满层次。弄不好真会废了他。你没吹牛？我觉得林师兄能逼我用出来，到时您自然就看见了。师尊，大比结束后，我想炼体。炼体可不好受，越往后越痛，熬不过去就废。那古神肉身能承受禁忌力量，所以才有毁天灭地之能。若有一日，我也能把肉身练到那种程度，是不是就能把符文刻在自己身上？师尊，我想……好，大比结束后，为师替你寻门内最好的炼体功法。谢谢师尊，师尊最好。少平，专心看比赛。不是我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这是专攻人心弱点的阵法。楚留雨胜。专攻人心弱点，若我遇上他，该如何破阵？抽签定对手。林师兄轮空。
桑师妹，请。比斗开始。桑师妹得罪了。阿宇，孤儿院开支不够，你再转点钱过来。我上个月不是刚转过吗？那些孩子都有病，30万只够一个孩子做手术的。还是不够，你多画点稿，快点赚钱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所有责任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？不对，我明明已经死了，我早就离开那里了。不可能！你这是邪术！你杀了我弟子桑榆，你竟敢修邪术！拿下他！阿宇，这不是符箓，你告诉为师，这邪术从哪儿学来的？不对，我若真对上林峰，我一定会先让他认输。符还在，我根本一张都没用。又是假的，你们镇修就会捅人心窝子是吧？吓死你这破阵！怎么会？他已经留手了，不然你今日真得交代在这儿。就说镇修老爱戳人弱点，迟早要遭报应。此战，扶风桑榆胜。我讨厌镇修一辈子。阿宇，这也是磨练，你以后出去历练，迟早会遇到比这更厉害的幻阵。有些人一辈子都走不出来，你如今能闯出来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往后再遇上同层次幻阵，你便有经验了。快别哭了，全宗门都看着你呢。那你再让我躲一下。先结束。师尊，若我的符箓威太大，不小心把人炸死了，会不会被当作邪修？傻阿宇，你用的是符箓，不是邪术。若符封完整传承尚在，你便会知道高阶符箓的威力本就惊人，可战金丹。7阶符元婴都要避其锋芒，9阶符足以威胁化神。你那张顶阶爆破符，在真正高阶符道面前，还算不得什么。小阿宇缓过来了，让掌门见笑了。这算什么？我当年初入仙门，也被镇修整哭过。这帮家伙最爱戳人心窝子。我扶风迟早研究出破阵符，专门克镇修。你若真研究出来，我阵风甘愿低你符阵一头。那不是你扶风一家的事，那是造福整个修仙界。先别扯那么远，阿宇，你往后可不许再因钻研符道耽误修炼。你是天灵根，5年后的4大仙门大比还等着你替青云扬名。弟子明白。去吧，别怕，一切有为师在。林师兄，我有一张底牌符，威力太大，若真用了，轻则重伤，重则被废。你若现在认输，便不用受这一遭了。多谢师妹提醒，但我剑修没有不战而退的先例，你出手吧。好，那便一招定胜负。先给自己上防护，那张符到底得多吓人？这是什么符？光看着就让我心悸。去！避不开。那2件法器竟也一击就碎。还好俺上回认输了。
林师兄，到此为止吧。林峰，你，我还没输。都这样了，还不认输？林师兄疯了吗？林师兄，你再硬撑下去，剑修，宁折不退。师兄还不认输？我需要那株异火，师尊答应过我，只要我拿第一，就替我去争取，所以我必须赢。我也需要那异火，既然师兄不肯认输，那就继续吧。又来一张，这么厉害的符，他居然不止一张！三丫头，你这符到底还有几张？不多，加上这一张，还有4张。风儿，不如算了。我不，剑修本就该一往无前，今日若退，日后再遇到更强的对手，难道要步步都退？你们两个先停手！宗门库房里确实只有一株九霄异火，但禁地中还有一团苍穹异火，虽难收服，却也同样珍贵。你们大可比试之后再随本座去收服它，谁有本事谁拿，如何？不如何？我剑修不接受不战而退。我也不行。那1000中品灵石的第1名奖励，我要定了。行，你们爱打就打，真死了废了，别怪本座没提醒。这死丫头，她想要灵石就想要灵石，偏偏还要当众说出来。林师兄，击败有荣，剑锋不退。桑亲传必胜，炸翻他，干死他！那便开始吧。青云剑法第9式，一剑破万法。剑意，这小子竟在炼气后期便领悟了剑意。桑师妹，我已不再惧你的符箓了。哦，我还有3张顶阶符，而且这次我不跟你慢慢耗了，接招吧！灵力化剑，林师兄这是要拼命了！防御符，再来！还真是难缠。大挪移法，此次门内大比，桑榆第1，林峰第2。林峰，你可认？多谢掌门相救，弟子战败。哈哈哈哈！虽败却不丢我剑锋脸面。林峰，为师以你为荣。是师尊。你2人放弃法宝，只要异火，待伤势恢复，来青云峰随本座入禁地收服异火，谁收服归谁，另一人则得库房内株，可有异议？没有异议。弟子韩琴想求掌门给个机会，若林师兄与桑师妹都未能收服异火，可否让弟子也试一试？弟子亦想争取。也可，若他2人都失败，便给你们一次机会。阿鱼，1000中品灵石，还有1颗上品筑基丹。筑基丹不错，第1名的奖励。可我是天灵根，也用的是。用不上就留着保底，或者以后换资源，白得的不要白不要。也是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师尊，我做到了。这下扶风总算是扬眉吐气了。为师晚点找掌门申请，提高我扶风弟子资源待遇。师尊，我那爆破符要上交吗？那是你自己的底牌，上交什么？可我扶风传承不是不够吗？那也轮不到你操心。阿鱼，你要知道，你那爆破符的威力太大，若是上交宗门，流传给扶风弟子，弟子再拿去外售卖换取灵石和修炼资源，流传出宗门外，假以时日，有对手拿着符箓对付你，你可抵挡得住？弟子挡不住，那就记住，底牌就是底牌，除非哪天你已经强到不惧它，否则不许轻易交出去。弟子明白了，掌门已经把4大仙门大比的希望放在你们几人身上了。你还这么小，师子既不想你吃太多苦，又怕埋没了你。小师妹可回来了。见过诸位师兄师姐，不必多礼，我们来替你庆祝拿下大比第1的，酒菜都自带了。
多谢诸位师兄师姐。你这次可是替我扶风狠狠长了脸。小师妹入门5年，几乎一直待在洞府里钻研符道。我们师兄妹几个还是头一回聚得这么齐。师妹入门时，我正闭关冲关，这次偏当贺礼和见面礼了，不知什么，师妹莫嫌。师姐，你是不是从师尊那儿知道我缺灵石？这都被你猜到了，我就跟师尊张口要过这个。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合适，便去问了师尊，师尊只回了我2个字：灵石。那我就不跟师姐客气了。啊，这些都是给我的。师妹既然缺灵石，早说啊！你师兄我家里别的不多，就是灵石多。师兄家里不是在凡俗做生意吗？凡俗做，修仙界也做。青云房子里，我金家也有几家铺子。以后师妹若有多余的符箓，尽可交给我代卖。那感情好，不过爆破符卖那种符一便是太大，流传出去，哪天落到敌人手里，反倒成了祸患。师尊也是这么说的。等诸位师兄师姐日后筑基了，我给你们回份大的。师尊，可是去找掌门说事不顺。掌门答应，在原有基础上给我扶风弟子待遇提升2成。但换风头的是，若阿鱼能在4大仙门大比中拿下前3，才给我扶风换风头。弟子待遇也提到与别峰一样。掌门的意思弟子们都明白，此次出风头的是桑师妹，能多2成资源，已经算是看在师妹的份上了。师尊不必失落。是啊，如今至少没人再敢轻砍我扶风弟子了。师尊这些年为我们争的已经够多了，我们都记在心里。我不是为这个难受，我只是不忍阿鱼才这般大，就要背这么重的担子。师尊，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事就是被迫背负不属于我的责任。可扶风的事，自我入门起，宗门资源、扶风资源，你们从未亏待过我。温师姐护我，师尊疼我，你们从来没有把担子硬压到我身上，只是一直在替我考虑。所以，我愿意。是师尊无能，才叫你一入门便跟着扶风受罪。可阿鱼，你记住，师尊永远不会强迫你。你想修炼便修炼，想钻研符道便纵符道，随心即可。你资质悟性都极佳，无论走哪条路都会发光。弟子明白，也会尽全力。如今灵气入体，却不再像从前那样雁过拔毛。往常修炼1晚，能真正留下的灵气不过10至23，如今直接借照了10至8、9，整整快了10倍。11万灵石，就只值这半个月的10倍修炼速度。风头已经出了，还能怎么办？练，练不死，就往死里练。阿鱼，林峰和楚留玉的伤势都恢复了，掌门师兄让你去青云峰一趟，带你们4人去禁地收服异火。师尊，你这副表情又想做什么？徒儿好像染上了一种没有灵石就会死的病。你不是才赢了1000中品灵石？不够，都已经没了，全当扶风给你拿下大比第1的奖励，拿去。多谢师尊。炼气4层，连御剑飞行都做不到，为师以后都不敢放你离开到宗门区域。弟子也不敢出去，外面太危险了。我决定留在宗门里猥琐发育，等变强了再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。哼，算你清醒。弟子见过掌门师伯，见过3位师兄。人既到齐，便走吧。禁闭危险，进去之后都跟在本座身后，不许乱走，也别四处乱看。这是凌云峰，太上长老清修之地，路过即可，不必惊扰。一人独占一峰，果然很有太上长老的派头。进去后，一切听本座的。掌门师伯，这就是那株异火。不错，此火是我青云仙门上任掌门自一处秘境中所得，想带回去没办法。谁知他一经脱困，便在宗门内到处逃窜。幸亏当时及时开启护法炸背都肯认主。后来他躲进此处，被阵法防封。即便如此，他也宁愿顶圣石的3成，否则本座也不敢带你们几个小辈前来。那弟子等该如何收服他？上任掌门都强迫不了的异火，你们自然也只能靠自己说服他跟你们走。收服异火靠说服，这法子听着怎么这么不靠谱？桑师妹，你此次大比第1，不如你先试。明明就是心里没底，非要说我第1名，让我先去探路就直说。小伙伙，这地方黑漆漆的，待着多无聊啊！要不你跟我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？行，懂了，这是嫌弃我。林师兄，你来。我知你名为苍穹，你诞生于上古，曾追随上界炎帝，后来炎帝陨落于仙魔大战，你也几近被打散，如今并非完整之火。之后你逃入下界，藏身天元秘境，才被我青云仙门上任掌门无意带回。
我乃青云仙门剑锋弟子林峰，我无法逼你认主，也不敢轻许虚言。但若你愿随我而去，我愿以毕生光阴助你恢复为真正完整的苍穹异火。好家伙，这是把功课做到了骨子里。楚师兄，请。看来他与我无缘。若你愿被我收服，为我所用，这株五行灵火，我可送与你吞噬，助你壮大虎身。不是吧？真要被他收走了？先礼后兵，既然好好说没用，那便动手吧。谁抢到归谁。我勒个豆，忘了补顶阶爆破符了，如今身上只剩下2阶和3阶了。去！丧尸妹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他好像自己钻进来的，难不成是我的爆破符太厉害，连异火都给吓投降了？哈哈哈，好啊，这孽障总算被收服了，也不枉我青云仙将他困在此地多年。小桑榆，你立刻就在此地炼化他，免得带出去后再生变故。是，掌门师伯，还请掌门为弟子护法。放心炼化便是。你倒是不见外。他好像很想进去，想进那块石头里。想进去可以，等我回到洞府后再带你一起进去。这么快就炼化了？让掌门师伯和几位师兄久等了。不过2盏茶而已，不算久。丧尸妹手段非凡，在下佩服。也罢，这便是机缘。那丫头体内定然有什么东西吸引了苍穹异火，否则她不可能主动入体，更不可能如此轻易被炼化。师尊，我不服，原本再等等，弟子未必没有办法将他收下。乖徒儿，修仙界机缘无数，你有你的缘法，他有他的机缘，本该是与你的东西，才会落入你手中。徒儿受教。知晓一处异火所在，排名未必弱于这苍穹异火，只是那地方凶险异常。你若想能从他那里求来一张，与你此行有益。是，师尊。此事已了，你3人自行归去即可。林峰，你随本座去库房，先前许你的那株异火，今日一定取了炼化。是，掌门。韩师兄，等等。丧尸妹有事，能不能捎我一程？师妹没有飞行法器。我师尊说我还小，怕我乱跑，没给我背。师妹上来吧。丧尸妹，师兄有一事相求。韩师兄，请说。你手中威力最强的那种符箓，可否授我一张？不行，那符箓威力太强，我师尊交代过，不能轻易流落到别人手里。我可立下新模式，此符只做自用，绝不转赠旁人，也绝不拿去售卖，更不会用它滥杀无辜，只为防身保命。韩师兄要它做什么？去一处险地，寻一桩机缘。果然如此。韩师兄手里可有完整的五行剑阵阵图？丧尸妹对五行剑阵有兴趣。有一点，上次见师兄用五行剑阵配困敌，我便在想，若是将五行阵法与符道结合，会不会做出符阵，生出别的威能来？等下，再加上他说的另外2张3阶爆破符，足以让你多几分把握。若师妹愿换，我可拿完整五行剑阵阵图与你交换。我给你1张顶阶爆破符，再加2张3阶爆破符，就是上次破楚师兄换阵时用的那种，如何？可以。成交。3日后，韩师兄来我洞府外找我交易。好。别怕，只是一具尸体而已，不是尸体，他是活的，明明就是死的。可苍穹异火传来的情感，却是敬畏、恐惧，以及不敢冒犯神明的本能。那你是留在这里，还是先回我丹田？出去，这里不适合我待。阿鱼，可是回来了。师尊，请进。这是为师替你寻来的火系功法和炼体功法，种类不少，但功法最忌贪多。火系与炼体，你各自只能选一门精修，切不可修杂了。好的，师尊，我先看看。师尊可有推荐？你是天灵根，灵根资质极好，大多数功法于你而言都能修，只是各有利弊罢了。
譬如这本焚火诀，便是林峰如今修习的功法。这本有什么讲究？讲究的便是一个狠字。修炼之初，需以火焚身，日日承受烈火灼体之苦，直到肉身逐渐适应，与功法相融，方算入门。那这本呢？九转天火诀，这本的弊端更明显。其一，藏经阁中只有残本，九转只存前3转，最多修炼到筑基。其二，此功法需借异火入门，没有异火根本修不成。小伙，不然你自己选。他就算生了灵智，难道还能看得懂功法不成？你拿他当人使唤呢？师尊，你可别小看他，他前主人可是上界炎帝，跟在那等人物身边，多少总懂些火力功法吧？上界炎帝，林峰亲口说的呀。他师尊既然连这都查出来了，想来不会有假。九转天火诀，小伙觉得这本适合我，那就这本了。可这功法终究是残缺的。没关系啊，我本来就不是主修火法，我是辅修，火系功法只是辅修，先修着再说，万一以后运气好，能找到后续呢？对吧，小伙？还是我家小伙乖。当年连前任掌门师伯都没能收服的苍穹异火，如今在我这小徒弟手里，竟乖得像个会点头的小玩意儿。行吧，火系功法既然定了，那炼体功法呢？不然还让小伙……你还真指望他连炼体功法都懂？九转断体诀，又是九转，两本功法名字竟如此相近，这可不像巧合。这苍穹异火，还有这2本功法，似乎都是上任掌门师伯从天元秘境中带回来的，一起带回来的。我记得我师尊当年修习功法正是这九转天元秘境，自那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。阿鱼，你确定要修这九转天火诀吗？要。天元秘境乃上古秘境，凶险万分，每次开启进去100人，能活着出来的却只有寥寥几位。为师怕你往后若修到尽头，想寻后续功法，也会一头扎进去。师尊放心，我比谁都怕死。在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安全之前，我是绝不会到处乱跑的。什么秘境，什么探险，没有十足把握我才不去，我可惜命了。你若真能一直如此，为师反倒放心。既如此，那便修吧。异火既选了这2门功法，想来也会配合你修炼。多谢师尊替徒儿操持，为师还回藏经阁去，好好修炼。师尊等你出关。韩师兄，桑师妹这处洞府倒是清幽。那是我师尊特意替我挑的。对了，韩师兄，剑锋峰主不是有意收你为亲传弟子吗？成了吗？没有。怎么会？我分明亲耳听见他说要收你。我拒了。拒了？为何？能入主峰，成为亲传，不是好事吗？我入宗之前便已拜过师，且立誓此生只认他一人。既有此事，自然不好半途再改头他们。韩师兄倒是有原则，不过是个人道不同罢了。师妹天资过人，一入门便有师门庇护，我却不一样。我一路走来，能靠的只有自己，自然更不愿半途改道。这2张是3阶爆破符，这张是顶尖的。这2种符箓气机颇为相似，因为本来就是我从顶阶爆破符上拆开画出来的呀。这女娃娃的符道天赋当真惊人。这师妹能从顶阶符箓中拆出低阶变化，这也不是单靠勤学苦练便能做到的事。这是完整的5行剑阵图，师妹请收好。果然精妙。师妹也懂阵法？还不懂，只是刚开始摸索。韩师兄，我这还有一桩小买卖，不知你感不感兴趣？师妹请说。我师尊给了我一些法器，其对我来说暂时有些鸡肋，对你这5行灵根倒是正好。若师兄手中还有什么用不上的东西，不妨拿出来让我看看，若有我瞧得上的，我便与你换。丹片可要？不要，我对炼丹没兴趣。韩师兄若有与符道有关的东西，倒是可以拿出来瞧瞧。与符道有关？徒儿，你不是还有几张残破废纸？当初在那座化神洞府里得来的。师妹看看这个，这是我当初误入一位化神前辈作化洞府后所得。符中灵力早已散尽，又残缺不全，我一直没看出什么落力。方才若不是想起，险些都忘了。虽然残缺，虽然灵力散尽，但那鼻石厚实的勾勒方式，铺色符箓上的纹路如出一辙。化神洞府，才练气级就进去过化神大佬的洞府，不愧是气运之子。破损的太厉害了，别说照着临摹，便是连完整符文都辨不出来。这几张残符甚至都不是同一种符箓，根本拼不出完整图样。不过这东西品阶绝不会低，既然是从化神洞府中带出来的，最少也该在7阶以上。可惜了，韩师兄，这几张残符虽然来头不小，但损毁之太重了，价值终究差了些。若只拿它们来换，我反倒有些不好交易。不然徒弟你用灵石补些差价。师父，如今我最缺的就是灵石。师妹再看看这个，这也是我从那处化神洞府中所得，只是我一直没研究出它到底是什么，既无法炼化，也探不出用途。若师妹感兴趣，倒可一并拿去。果然不是凡物。韩师兄，没别的了吗？没有了，师兄手中确实已经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。行吧，那就这么换了。多谢师妹宽容。这个也给你。这是金刚符，
3阶的，每一张都能挡下筑基修士全力一击。不过我如今待在宗门里，暂时也用不上。师兄在外行走，还是多留几张保命符更稳妥些。以后若再遇到什么和符道有关的东西，记得来找我换，我对这些都挺感兴趣的。好，多谢桑师妹。师兄在外头可要注意安全。师兄再见。再见。这仍旧什么都没看出来，可是体内陨石与异火的反应做不得假。什么情况？莫非那块石头也是某种空间陨石？还是说本就是这片空间缺失的一部分？原本灰蒙压抑的天地，竟变化那么大，连那种死气沉沉的阴冷感都淡了不少。整个空间像是被修补过一般，不只是修补，更像是恢复了一点生机。这地方不会能种东西了吧？若当真如此，日后倒是可以想办法搜罗些灵芝种子丢进来试试。韩青师兄要是知道自己随手拿出来补折价的一块石头，竟让我的陨石空间发生了这么大变化，简直是捡了桩大机遇。下次见面再多给他几张符箓补补吧。小伙，怎么了？你发现东西了？青铜碎片，难道是什么上古法器的残片？不行了，神识果然不能乱挥霍，反正东西已经在我手里，早晚有弄明白的时候。桑师妹在吗？别问在不在，只要不死，我一直在。以前倒没发现桑师妹竟这般风趣，我这叫惜命之人的真实写照。我与温灵师姐他们约好了，要去探一处秘境，想着师妹最近若有空，便来问问你可要同行。不了，我师尊不许我在修为提升上去之前随外外出。也是，师妹如今修为到底还低了些，最近又风头正盛，若贸然外出，的确不算安全。风头正盛，师妹还不知道4大仙门宁夏方士彼此互通，宗门里的消息传到山下，用不了多久便会传开。你在符道上的天赋，如今只怕早已传遍了不少地方。尤其魔道那边最喜欢做的，便是扼杀正道中尚未成长起来的天才。师妹如今在宗门内自有长老与宗主庇护，可若单独外出，被人盯上就麻烦了。师兄说的对，我觉得我至少得稳妥修炼到足够安全了，再考虑出门的事。那我们就先去了。师兄分一半给温师姐，剩下你们几人均分，留着防身用。其中除了门内常见符箓外，还有几十张爆破符。这么多，谢我小师妹。你放心，我定然转交给他们。注意安全，我等师兄喜姐回来跟我讲秘境中的见闻。好，到时一定。桑清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外门师兄不是去寻你了吗？我一直都在闭关，刚刚才出关，出了什么事？直说。是温灵师姐和陈明远师兄他们在秘境里出事了，金师兄也身受重伤，是剑锋弟子韩青救回来的。还有温师姐和陈师兄的遗体也一并带回来了。这次去那处秘境的不止我们扶风弟子，其他几峰也去了不少人。听说在秘境中遭遇了魔修袭杀，门内弟子死伤惨重，其他邪门的人也折损不少。如今7峰之中已有4峰挂起白帆，几位峰主也都被掌门召去了。臧清传，请节哀。我还要赶着去方氏采买桑银用的东西，就先走了。去吧。阿宇，你可还好？师尊，真的是魔修杀了温师姐他们吗？证据确凿。金元宝和其他几名重伤归来的弟子身上都残留有魔气。师尊，我去剑锋一趟，你若想知道秘境的情况，问为师即可。如今门内已经查得差不多了，我想去把温师姐他们的储物袋拿回来。出发前，我让金元宝替我转交了不少符箓给他们，我想看看那些符还剩多少。你怀疑元宝？不是，我只是想看看仇人的实力到底如何。阿宇，门内弟子的仇是整个仙门的事，不该由你一人扛着。
我知道，可温师姐的仇归我报。拿着吧，先前便托气风师兄替你做了，只是怕你拿到后满山乱跑，一直没敢给你。多谢师尊。我早听说你是温灵师姐从凡俗间带回宗门的，你入扶风也是因她之缘，所以我猜你应当会来寻我。这只储物袋，我未曾动过。那我扶风其他弟子的储物袋里，可还有余下的符箓？替人收尸，总要收些酬劳。我知道，也没觉得你这么做有什么不对。我只是想了解情况。陈师兄储物袋中也只剩几张1阶符箓，高阶符箓1张不剩，其余几封弟子大多也是如此，法器尽毁，灵符耗空。我能收回来的，大多只剩些灵石和丹药。符耗空了，法器毁了，他们不是猝不及防的死去，而是在死前已经把能用的一切都用到了极致，可最后还是死了。你为何会出现在那处秘境？桑师妹，你是在怀疑我？师兄可寻到了想要的机缘？有所收获，此祸非我所愿，却因我而起。死去的同门，我会替他们报仇。师兄可查到凶手出自哪个魔门？是谁？不知。是不知，还是不肯说？并非怀疑师兄，你能把温师姐他们的遗体带回来，我很感激。掌门和几位封主已经问过我一遍，你不疑我便好。我对残杀同门毫无兴趣，我求的只有成仙大道。那金元宝是在哪里被你救下的？秘境中撞见他被魔修追杀，我顺手救下，带他藏到秘境关闭之后，便一同回宗。我知道了，多谢。隔河一声。都怪我没护住温师姐他们。我给你的那些防身符都分下去了。都分了，温师姐起初还不肯多拿，说你太寄情，后来才收下。路上她和陈师兄还提过你，说扶风以后会越来越好。抱歉，我只是想确认。我明白。所有扶风弟子听令，见过亲传大师姐。人已经送走了，扶风还得往前走。我这2个月悟出一种法子，能增强符箓威能。本想等温师姐他们回来再教，如今来不及了。你们都学，往后出门至少做一分保命的本事。增强所有符箓的威力，丧师妹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你说，此法若真能成，不只是扶风得利，而是足以抬高整个符道的层次，所以不能外传。门内未必没有奸细，流出去就是损失。我赞同。那就查清来路，再立心魔毒誓，谁敢外传，便自食恶果，永不入轮回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商师兄，金元宝，此事交给你们。凡修此法者，先查身份，再立毒誓。另外，我会向师尊请示，此次学得快又有符道天赋者，可入内门。3日后来我洞府外听课。是。温师姐，陈师兄，你们想看的完整传承，我画给你们了。若修士死后真有轮回，我可走鬼道？那我们还有重逢之日吗？